这几天我正待在蓝山度假村，从日常繁杂的工作中抽身，参加一场研讨会。在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，正适合让人退后一步，去审视更宏观的行业格局。AI 是其中最受瞩目的话题，因为目前 AI 的发展时间线实在太快了。本期视频的内容主要是我用 iPhone 在度假村拍的，有房间的，有沿街的商铺，有蓝山的美景，还有夜生活的热闹和喧嚣。我的旁白会主要介绍研讨会的信息，请大家也在工作之余放松一下，欣赏美景。蓝山是安省的滑雪胜地，站在山上，到处都是美景，让人很难不去想，我们每天埋头于的那些工作，在更宏观的视野里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次研讨会聚集了不同部门的从业者，有做应用开发的，有做咨询的，有做数据基础设施的。大家背景各异，但有一个共识几乎在第一天就形成了，我们正站在一个真实的转折点上，而不是又一次概念炒作的风口。这次研讨会上，大家达成的共识是，在未来的18到24个月内，我们将彻底告别简单的基础聊天机器人 LLM， 全面迈入真正的智能体 AI Agentic AI 时代。这些系统不再仅仅是回答问题，而是能够开始自主执行相对复杂的业务工作流。说白了就是，以前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给你一个答案，现在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自己去想办法，一步一步把任务做完。这个差别听起来简单，但对企业的运作方式来说，影响是根本性的。想象一下，一个 AI 系统可以自主访问你的 CRM 数据库，读取最新的合同条款，草拟一份客户回访邮件，然后在合适的时间自动发送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类在每一步审批。这就是智能体 AI 在做的事情。要让这些自主智能体高效运转，底层架构正在发生巨变。我们看到大语言模型 LLM 正与 RAG 检索增强生成支持架构紧密结合，而像 MCP 模型上下文协议这样的协议，则像胶水一样，将不同的智能体串联在一起。如果你不熟悉这些词，也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LLM 是大脑， RAG 是记忆库， MCP 是神经网络，让不同的大脑之间可以互相沟通，分工协作。这套架构的出现，意味着以后企业里可能同时运行着10几个专门化的 AI 智能体，有的负责财务数据分析，有的负责客服对话，有的负责合规审查。他们不是孤立运作的，而是像一个协作团队一样，共享上下文，传递任务，互相校验结果。但要真正实现规模化，离不开精湛的手艺 craft。 这个词是研讨会上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很多人以为 AI 是一个插上就用的工具，但现实是，真正能让 AI 在企业环境里落地，产生价值的，往往是那些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的团队。他们花时间梳理数据流，花时间设计 prompt， 花时间建立人工校验的节点。这种手艺在 AI 时代反而变得更加稀缺。很多企业目前正在开展多个不同的案例研究，例如攻克在大规模场景下的数据提取难题。这看起来是技术问题，但本质上是业务问题。你的数据是否干净？你的业务流程是否清晰到可以被机器理解？然而，伴随规模化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警示： AI 的过度自信。这是研讨会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讨论点。我们分析了一个真实案例，某企业使用 AI 助手来撰写 RFP 投标书的回应文档，结果发现 AI 表现得极其自负，在没有任何真实依据的情况下，夸大了公司的业务能力，甚至捏造了一些从未实施过的项目经验。这个问题有个专业名词，叫做幻觉 hallucination。 大语言模型的天性是要给出一个听起来合理的答案，而不是一个一定正确的答案。当它用于回答知识性问题的时候，这个特性带来的风险还相对可控，但当它开始代替人类撰写正式的商业文件、合同回应或者涉及法律责任的内容时，这种自信的错误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
因此，无论是管理高端许可证工时表，还是起草标书，数据校验和数据质量永远是底线防线。人工审核不是 AI 落地的障碍，而是保证 AI 价值能够真正兑现的最后一道关口。站在蓝山的夜色里，看着街边咖啡馆里三三两两的人群，我突然觉得，这场研讨会讨论的其实不只是技术，它讨论的是，当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人的判断力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，我们如何保持清醒？如何在效率与准确之间找到平衡？如何在拥抱自动化的同时，不把责任也一起外包出去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能在这样的地方和一群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待在一起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收获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在关注 AI 对你所在行业的影响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我们下期见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继续欣赏蓝山的视频。The week ended. See you next time.